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episode of the Uneasy East, the real talk about motion design. Today, we're gonna do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ly, because I have a friend of mine who's gonna be joining us online virtually. And what is different also is we're gonna be using Mandarin in this episode. So for those who does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I'll have subtitles, captions for you. So don't worry if you don't really know the language. But that being said, I'm gonna start switching the language to Mandarin, and I hope you enjoy this episode. OK，好，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发发，是作为我们的这一集的观众，然后我们要讨论一下就是 motion design 呃这件事情。当然我要老实讲，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做podcast，所以我其实也有点可能会讲起来有点不顺或怪怪，所以就要请你见谅一下这样子。好的，好的。对，那在我们一开始稍微讲一下，今天我们想要讲的就是说今天的主题是说 From Zero to Motion, a Self-Taught Designers Rise。可是因为发发你有稍微提过说你是嗯自己学习怎么当嗯motion designer 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其实你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也还蛮适合可以 share 给就是大家知道的。那我觉得一开始那我们就来讲说，就是目前您是做什么职位，还有您通常当 motion designer 的一天呢，你是怎么样的？对，好，当然目前对，sorry，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好的，谁好的。这样子，OK，我是发发啊，你直接叫我嗯发发就好了。对，，OK，然后我目前是在 Flyway Motion 做二维动态设计师。嗯嗯基本上我现在我的工作的话，基本上就是完成一些动态的内容，根据我的美术同事给我的设计稿，然后我去完成一些动态的内容。然后嗯一般来说，我们是可以参与到前期的一些讨论的，包括头脑风暴，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策划，然后我们大家嗯一块儿去讨论出项目的一些点子，然后我们去发散思维，然后嗯这一部分基本上就是主要是我们的美术同事在做这一部分，然后动画成员你是可以参与的。对，嗯然后等到设计同事做完这些分镜之后，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些设计做完相对应的动态就嗯嗯。可以了。对，OK OK，所以听起来也没有跟这边差太多，因为在美国这边大部分一开始说 brainstorming 这些就是必要的步骤，大部分对，其实对 motion design 来讲都好像是我们还是比较偏后期的，对。但当然在嗯，学校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这些都是必要的过程，只是现在就是出社会工作之后，大部分都还是像就是可能我们真的就是 focus 在影片影像制作上面，对对对。对对对。OK OK，好，那我其实还蛮好奇，问你说你有跟我提过，就是您是自学 motion 嗯，design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也对。是蛮有趣的，因为是什么原因让你就是想要进入这个领域跟尝试这个领域嗯，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应用技术，它叫这个名字啊，叫这个名字。？OK，那实际上它那个专业基本上是在学所有跟电脑相关的所有内容，包嗯括 coding，包括网页设计，包括数据库那些等等内容，以及包括一嗯些Photoshop 这样的一个内容。嗯嗯嗯所以那时候但我们的专业它是有主攻方向的，你可以选择一些主攻方向。我们那时候主要是以 coding 为主，但是 嗯嗯嗯，coding 的话，它就涉及到代码的。我是觉得代码对它这玩意儿它是有天赋的，对，有些人他特别擅长这个东西，对，有些人他就是容易陷入到逻辑怪圈里，你就没有办法嗯写的很顺，那个 coding 就不对太行。对对对，所以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在 coding 上，他的成绩一般般，他处于中下的一个水准。对，然后你又知OK，道，你又知道这方面的工作，你去找工作，一定是你有一个特别硬的一个技术力，对吧？你 对 coding 特别厉害，对，所以你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对吧？所以那时没错，候我在想，哎呀，我这个成绩也没有这么的出类拔萃，那我要不如我就换一个我自己
特别喜欢的东西，因为呢 coding 我不是特别特别喜欢，我只是觉得哦学校里在教，那我就学，但我对未来对于以后的工作我没有一个特别特别那个的想法，对，很明确的一个想法，所以说我在想了解，找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嗯，为什么喜欢 Motion 也只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刷视频，然后刷到了双妹老师给 TED 陈宁波的做的一个二维动画，对，一个派的那个叫派的一个二维动画，我觉得那个动画它是纯粹的图形设计、图形动画，然后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动感，然后非常有情绪对，感。虽然说它都是比较抽象的图形，但是你能从中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内容，很有运动感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就想我以后也想做类似的一个动画设计。对，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 Motion，就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挺好的，我非常喜欢。所以然后这一方面也是我了解，在找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所以我选择 Motion 对。而已。对OK OK，啊，那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对我刚好有个机会认识我的导师，那他就是在做 motion，所以一开始其实我想要做别的设计，我想要设计车子，我之前的podcast 有稍微提过，然后我就是我也算是刚好吧遇见他，也蛮幸运的，他就呃就是告诉我说，哎，这个有一个东西叫做 motion graphics，你可以看看。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对电影这些东西很有兴趣，所以就想说，哎，好，那我来研究看看。然后研究之后就觉得，哎，这是真的蛮好玩的，因为每天都可以，you know，有很多不同的 idea 嘛，就是你有很多点子，或者是就是同样的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给你一个 guideline，那你有的做出来的东西大家都不一样，所以这是真的蛮有趣的。对对，嗯。谢谢跟我分享，还有跟大家分享。嗯，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你方便分享你一个对你就是工作啊职业生涯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项目或是经历吗？OK，对，老实说，这个东西非常有意嗯思，因为尤其，OK，是你看我在大学里，我没有在主修 motion 这个东西，然后当你没嗯，有主修，你去自学，然后你再到工作，它会很不一样，因为你在比对如说你的专业可能是跟 motion 相关的，OK，那你对就有一些软件基础或者说理论基础，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对吧？但嗯是当对你在自学的时候，自学更多的是考论你的技术能力，我们会不会对用这个软件？但是会用软件不代表说你能做出一个很棒的一个内容作品，对你的工作未必就是你能够很好的契合，对吧？所以，对我可以分享两个，一方面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工作，我是在杭州做了1年，一个做动画师，然后之后我就到哎平白一直工作到现在，所以我到目前只对有2份工作，但是2份工作的一开始我都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第一个对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去的第一家公司，然后那家公司是要求我做那种 explain video 的，就是那种对，就是那，explainer 种视频，video，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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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对，那个视频呢，他要求我是根据文案，它有一些脚本，有一些 嗯 script 给到你，然后你根据这些文案对去思考设计，然后对，要我自己去做设计，然后做完设计之后做动画，做完动画之后你再剪辑，再加点音效，OK，对，所哇，以真的是，那时候你说我是光学了动画技术，但是我没有学设计技术，对，我不会设计，什么 Illustrator 我对根本不会用，所以那个东西就非常对我来说非常临时的，然后你对，要临时学，然后你临时想，所以是对我来说很难受。就是我可能是，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是可能10点半上班，对吧？我要提早半个小时到公司，然后可对，能晚上11点、12点我才下班，对，哇哦，对，就是哇，这么就在久啊，我看来就对，在我看来就是你没有经验，所以你要花时间，因为你没有是经验，你是是，没办法完成你的工作对内容，所以我对需要花时对间。所以我那个时对，候很疯狂的，就是说，你想要你每天做到那么晚了，我那天基本上是每天下班走回家，走大概40分钟，我要走回家。对，然后我每个下40分钟班路，OK，上，
每个下班路上我都在，每天下班路上我都在想，哎，我今天哪里做的不太好啊？嗯，有哪些地方我需要提升和进步？就是有一个对月吧，或者说因为我们有实习嘛，我好像有对大概对对对一个半月的时间，我都在反思、反省，我每天哪里做的不够，或者说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包括怎么样去思考、去理解脚本上那些信息、一些内容。对，然后看看，哎，我这些 idea 能不能在第二天我就直接能够设计出来。对，包括因为对你没有设计，你没有审美，所以你每天要看大量的动画，每天不同的动画类型，就寻找一些灵感，包括他们的一些嗯哼，配色构成，巴拉巴拉巴拉。所以对，我刚毕业之后那段时间，就实习的那3个月，对我来说就非常的，呃，可能在别人看来会觉得哇，你工作很久，你也这么累，但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是可能就是因为对这个东西有新鲜感，对，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累。嗯，相反之下，那段时间对是我一直还记得，哦，我原来还这么努力，对吧？因为你没有这么努力，你可能就你没有这份工作，对，所是是是以是，那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等我到平白之后呢，也很不一样，因为你原先那家公司所做的项目类型跟平白所做的东西不一样，就 Flywheel Motion 就平白嘛，以下简称平白。对对，所，OK，以 没 Flywheel 问题，Motion 更多的是做一些抽象的或者概念的或者其他更多元的内容的。像我之前的第一份对工作可能只是做叙事动画，就是那种动画，对，对，所以说会有点不适应，因为你你的那些不管从技术力也好，你的审美也好，你需要再拔高一个 level。对，嗯，所以你还是不对得不花时间，花大量的时间，也每天去做一些反省啊，就是自省啊，或者说每天在家就下班之后，或者说你要多留个几个小时在公司看看，再补足一些动画，或者说你回家之后还要做一对，些大量的一些嗯练习。所以嗯对我来说，像我这种没有经验的人，我感觉我只能花时间。然后我一直有个概念，就是说，别人如果1个小时能做好的事，那我觉得我既然是自己在探索这一方面，那我可以花2个小时、3个小时时间去做别人的这样一件事。虽然说它是1个小时，我是3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对，你能够做好这件事就挺好的。等到你这慢慢累积，慢嗯慢累积，你花了越来越多时间，你会发现哦，别人1个小时，我1个小时我也可以做好了。对，所以对，这是嗯我，OK，记忆非常深刻的一段经历嗯。了。对，对，当然谢谢你分享，我觉得这其实也蛮重要的，这也让我想到，就是就算我们像我的经验，以我的经验来讲好了，因为我毕业于就是我的本科就是我大学学的就是 motion design 嘛，所以那对我们来讲可能稍微会轻松一点，毕竟花了4年的时间，就是真的去研究这个东西。那但是我也有深刻的感触是，当我去实习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自己反而是在技术上面 （technical skill） 上面，我会觉得有所不足，因为在学校我们 focus 很多在 concept developing，或者是就是你的概念的想法去对那个我们比较重，我们学校可能比较重视那个过程。那相对来讲，就是这些 technical skills 你自己要花时间去研究。那可是当然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有时候你说出社会后啊，工作后你其实你时间并没有那么讲真的没那么多嘛，那大家也会对对，希望你马上就能 deliver，就会变成说那会有一个心态上的落差，也会觉得说哎，就会反而我会觉得说哎，我花了4年，但我好像怎么觉得我好像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在跟真正比我高级或者是一个 senior motion designer 的那个 level 就差好多啊，对。这样子。对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刚刚分享的，我觉得也是，对你说就是可能别人花1个小时，我也要花3个小时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一开始大家都可能都会花一点对对对时间去适应。OK，对。了解。啊，OK，好，那你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这些过程，那你觉得说，你的是什么原因会激励着你做你的工作？就是你会觉得说，做 motion design 的部分哪一个部分是最充实的？我觉得有一个我原因吗？更有一方面原因可能是你工作之后，工作之前可能是你对 motion 这个环境或者这个社区都抱有一种好奇心，
好嗯奇感，你很嗯好奇那些做的非常厉害的人，他们还在做什么一些内容，就是他们工作室还有什么一样的产出不一样的作品一些内容。对，所嗯，以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好奇，因为你可能只是看了他们一个工作室的一个作品，因为我好奇，哎，对，那除了这个东西，他们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他们还做了什么样的项目？对吧？你不，嗯世界上有对很多不同的工作室，有不同的动态设计师，然后他是，们有各自的越来越多的作品，所以对我来说，探索这个东西是非常无穷尽的。所以当你是，有好奇心的时候，你就非常想努力的去探索这 motion design 的这种内容。所以对我来说，好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OK OK，好，那呃，就是根据这个问题，我会想问你说，那您的好奇心是从何而来？就比如说，像可能我之前有一个困境，就是说，我的确还是想做 motion design，但我有时候可能会被因为可能你的有一些挑战啊，或什么，就会让我觉得说，啊，我好像我没有什么变得好像没有那么多动力，或者是我对 motion design 好像瞬间没有那么好奇了。对对对，那你就是会想说你的好奇心从何而来，以及你怎么去面对像这种状况？对，我觉得这种东假设有这西样的状况，实际上我的底层可能还是我本身可能会有一点自卑感的这种成分。嗯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从小读书都一般般。对，你哦也知道，，OK，在这样我们比较注重成绩，对，亚洲会比较是注重成是绩。对是，对对我可以完全对理会，因为我也是这样。对，所以你从小你的读书就一般般，可能父母觉得，哎呀，成绩也就那样，你好像，但父母都会有一种攀比心，就拿你跟其他孩子去对比。会对，当是你成绩一般般的时候，这你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对吧？那我们还能比什么是，呢？所以从小到大这么一个环境中，你就自然而然会觉得，哎呀，我好像比别人差一点点，对吧？就好像我之嗯，前跟你聊到，我分享那个大学那个 coding 成绩是一样子的，对对如果是中下，我就比不过其他人，那我干嘛还要选择这个东西呢？所以对我来说，是，我的自卑感就在于，哎呀，我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一个我特别引以为傲的一个技术或者技能去让别人看到。所以因为如此呢，我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觉得尤其是当你对 motion，哎，你发现了你特别钻进去这个东西之后，想探索这个东西之后，你会想着说，我应该不比别人差吧，对吧？所以当对你有这个对，想法之后，我会说，我不比别人差，那别人能做好的事，那我也应该能够做好。那别人能花了时间，嗯那我加倍付出，我可能也嗯哼，能够做得不错。所以，因为你是对，有这个想法在，所以你会一直在探索，就一直想证明给其他人看，说我也不差，我也可以做这个东西。嗯对，我觉得嗯，它底层逻辑应该就是这样子。了解，对。对对对，OK，因为我第一个 episode 访问我的朋友，他也有稍微提到说，就是想要去证明自己，对对，或者是说有时候是好胜心之类的。那我觉得 OK，那也对对对，蛮有趣，也蛮有趣，了解了解，对。其实挺重要的啦。我会觉得，如果你没有一点好胜心跟好奇心的话，就是做什么事好像都挺难的。对啊，对，对对对，还有不服输的心啊，我觉得好像还蛮多时候是那种不服输的心态。对对。啊，对对对对，OK。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你的专业工作，你还有哪一些个人兴趣或爱好？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 motion designer，好像其实有一些个人兴趣跟爱好是非常重要。有时候，对我来讲，它是一种寻找灵感的方式，这样子。对，所以我也蛮好奇你有没有什么兴趣跟爱好啊？除了就是工作之余，对，工作之外，我现在每天都还在练书法呢，啊，每天还练书法啊，对，哇，每天都好厉害！在写字，而我之前对对对对，厉害厉害，我有一次我也是，就是工作好累哦，我就来写书法，因为我好久好久没有对写书法。对，我上次写书法可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对，但是很不错对，啊，我觉得很不错。对，哦对，这就因为让我想到您的那个有一个 project 你做的就是跟书法字有关的嘛，就对，是就最新文的那个 字的，对 project，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发现还蛮多在美国这边我们社群也蛮多人在讨论您的作啊，品，所以就是先恭喜你，真那个的就是 字不是我写的啊，那个字 OK 是香 OK，港的书法家写的，对，很多人都了会解了解。对，很多人会以为那字是我写的，但它其实不是，对对 OK OK，对对对，
哎，对，那既然我们就稍微提到那个，你想要讲，就稍微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project，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就是你是大部分是使用 Cavalry 去做您的设计吗？呃，准确还是只来说，是特别？在对工作中我会用 AE，用 After Effects 对用的比较对多，因对，为了解，用 After Effects 是为了完成既定的或者说既定嗯，的设计稿。对，我们一定要按照既定的，设计稿的嗯，风格，按照设计稿的对风格去走，去做动画。对，但是 c a v 了 r y 这个解，东西它是不既定的设计内容，就它对你的嗯，设计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局限性，一个框架。对 Cavalry 是对，超脱于这个框架之外的，那你就可以用 Cavalry 去做。所以相对来说，如果是比较商业的，还有激励内容的，那我就用 After Effects 做。如果说你让我自己去自由自在的去玩一些东西，那我就用 Cavalry 去创作一些内容嗯。偏多一点的。这也挺有趣的，因为大部分我们都还是使用 After Effects 比较多嘛，就 Adobe 的对对对对产品这样。对，对那我自己个人也是有玩过 Cavalry，尤其是这就像您讲的，比较多自由度比较高这样子。对对哦，对，对。那有什么？对，因为我对那个 project 蛮好奇，就是说是什么原因让你就是想要做像那样子的创作，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中文字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如说你要把它做成 motion，它不像英文的那个字母那个 character，你可以去啊哈，就是分解的那么的怎么说，比较在动态上面来讲，可能比较难分解，也是因为没什么人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对的，因所以为对对对我觉得可能主要也是因为那个项目的一个初衷吧。对，项目初衷，是黄老师邀请我为这个书法展览做一个2D 动画，然后他给我的素材呢，就是以前的在香港的一些应用书法的实际场景拍摄下来或者扫描出来的一些内容。对，就是香港书法，它是我们讲应用场景，就是实际应用在一些电影海报、名片，对包括一些牌对，匾，我们讲叫书法的应用，对吧？对所以对对，做这个东西呢，就其实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书法本身的魅力所在吧。对，所以说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就是你看我练书法，然后我会动画。我之前做的对一个实验动画，就是把书法和动画结合在一块儿的。黄老师就是因为那个实验动画，所以找到的我，对所以他之前也没有见过，很多啊人之前也没有，OK，见过那个实验动画，对，是但是是是，我做了一些对，尝试，所以嗯，他就找到我，然后我就觉得那非了解，常好啊，对，对，所以他的那个性质还是一样的，但是，嗯，所以我那时候的设计逻辑就是说，怎么说呢？我更注重排版，就文字本身的排版，因为中文的东西，你看中文的东西，你一定会有既定的一个，这是什么？怎么你就知道它大概是怎么样的？它有解读性嘛？还有一个，我感觉就对它有对对对意思在里面。对，你看对，这中没错，文东西，你第一印象肯定是这什么意思？但是我后对来想着说是因为你没办法，因为你本身你那个素材也没办法说面面俱到，说哎我这个设计刚好有这些字组成的一些对素材，你很难，你没有那么合适对的东西，那我就很对，直白，那我就想着，那我另外一个方向，我就只是根据文字本身的结构造型去做平面上的一些排版设计。所以，嗯嗯，一方面，所以那时候有两个点，一方面是让大家看他看得懂，一方面你说你不保留看得懂这个属性，我一定要强调它平面上是好看的。OK，那我就选择那个方对。向。对对对嗯，了解。对，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您在那个作品里面的处理文字的方式，就对其实也没有太多过多的动画本身在字上面嘛，反而会是对对其他的，你说那些文字会动啊，还有一个文字对对框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哎，蛮有趣的，就是反而有时候会就是大家都会强调是呃糟糕了，中文突然想不出来，不好意思。那基本上就是那个 simplicity，就是它那个简易简洁的那种啊哈，视觉上的那个力量很强，我觉得。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OK，好，挺有趣的，挺我觉得这有趣的。方面对这也很有意思，就是你看我之前去韩国看他们韩国团建嘛，就公司一块对儿去旅，OK，行，然后我嗯在看韩国的街头设计的时候，就我不懂韩文，
对，对，但它跟日本还不一样，日本起码它还有一些中文字，对有吧？你其实汉字，对对，没错，还是能够有看得懂，汉字，对，你还对对对对。然对后，但是韩文的话，就是他们都是由图形构成的，对。但是对对，很有当你趣，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看他们东西的时候，你会根据他们文字本身的一个结构或者造型，你不会想它什么意思，你只会对觉得颜色好不好看，这种配色好不好看，以及这种字形的结构设计好不好，对吧？规不规整，对有没有对齐？对，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是那种意思。所以我那时候在想，哎呀，那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放在香港机场的一个地方，就每个来香港对的人都能够看得到。那我想着说，是，哦，那我是不是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去走？我们就抓住文字本身结构的一些特点或造型，我们不对，去考虑嗯。纠结它字面的一个意思。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可能因为作为中文是我们母语的时候，有时候您去做设计的时候，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会被它的可能字面上意义去局限。像我自己就有发现，我之前想要就是比如说我在学校啊，我想要用中文制作对一些 project，但我会发现我会陷入一个困境，就是说，哎，我好像 focus 太多在它的意思上面，反对而因为其实对不懂这个语言的人来讲，他就是像对他们来讲，他们能对就是想到的就是您说的像图形嘛，像我们看韩文那样子的意对对思嘛，对对对，就很多很多圆圈啊，或者是直线或者什么，就是你会去想办法去用你熟悉的一个组织方式去怎么说去框架它嘛，就会说你会去找一个你能了解有关联性的东西去把它关联起来，所以像你刚刚讲那个，我觉得也是蛮有趣，就是说，你的因为毕竟它在机场嘛，作为一个对对对，就是可能就国际旅客有那么多的地方，那你要让更多人了解，那很可能就是 focus 在它的那个形状上面这样子。啊，很有趣，很有趣。对，啊，谢谢你给我分享，因为我也好好奇，我身边朋友也好多人好好奇。当大家听到我说我要反问你的时候，他就说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我有一个小问题。对对对，还蛮有趣，还蛮有趣。对，好，那我觉得我们就稍微提到，就是说啊，对工作上啊，我们有什么不同的那些思考啊，或者是一些想法，我会想说我们来讲一些跟价值观还有美学观点跟个人风格相关的问题好了。对，如果说要您形容您自己的风格或美感，你会怎么去形容？或者说就是因为我会个人我自己在看您作品，我发现你有一个非常特定的风格，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那就是说对你而言来讲，你是怎么到这个境界的嘛？就是说，或者是你会什么原因让你就是很想尝试这方面的风格？是因为跟您在做 coding 的背景有关吗？因为我发现你的动画非常的怎么说，有点那种机械感的，就是 mechanical 对对对，的一种表现方式，对，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艺术性嘛，或者比较有点像是就要怎么形容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哦，大概感觉会比明白。较，sorry，因为中文真的好像有点太久没有用反，会有点卡卡的。明白明对对对，白明白，对你稍微试着回答，对对对。如果你啊还是不太了解，我再想办法解释更好给你。其实我们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之前对，跟其他人也有聊过一个东西，就最重要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问题，文化内容嗯的问题。我嗯，们所受的教育环境不同，是所身处的国家不同，巴拉巴是，拉各种方面都不同，这些的对不同，就这些文化的不同，会导致我们的动态的风格倾向性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你在日本，对对对日本的动态风对，格就跟欧美这边完全不一样。啊，对这是真的，对，对，韩国目前主流的类型，韩国目前可能都会做一些比较渐变呐、比较优雅、比较唯美的一些动态设计，对吧？那他们本身，对对，他们可能跟其他国家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我是，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的风格它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我们自己一些个人喜好上的方向也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这又回过头来，我们会讲我的风格主要是受像欧美那边风格会倾向会偏多一点，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学习阶段，
或者在我工作开始阶段，我们的一些参考、一些动画参考、一些 reference 就来自于 对 Buck，来自于 Oddfellows，啊，来自 Giant Ant，就对那些公司对的一些对，动画风格，所以你嗯嗯嗯，看的很多，看了很久，看了很多遍之后，你对的动画风格就会产生一定的融合性，或者说相似性，就是它会对，有一点点一致。对，因为我们平常看的那个东西，看的那个了解，就是那个，对吧？对，如果说你经常看日本动漫，对吧？看日本的一些内容的话，你的动态风格可能对是日系的，对吧？所以对是那个样对子。再加，OK，上对，我本人其实很喜欢一些 digital 的一些东西吧。对我嗯，本人不是走那些，比如说特别像有些人做动态，他本身是一个生活比较丰富的，就是他会做一些可爱的一些动态，比较 Q 啊，比较弹性对，啊，那些动那种态风格。但比较插我画类型的这种对，在我啊，个人就对对不是走那个风格，可能也跟我 coding 有对关，我比较的那个对，比较理性，偏多一点点。对，所以说我更嗯，喜欢一些 digital art 的那些部分，再加上一点点节奏上的一些作为核心吧，把节奏作为核心，然后再架构在 digital art 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些动画。对，嗯，所以我的风格基了解。本上是这方面的内容。嗯，所以还是可能总归就是说，个人经验以及就是学习的对象还是会有很大的对对对影响，这样子。对的，啊，OK OK，还蛮有趣。对，因为我也自己有发现说，譬如说我之前，比如说我放假回台湾，因为我台湾人嘛，那我回台湾我就会有发现，台湾的动画产业跟美国这边其实讲真也是蛮近，因为大家也是可能都是差不多参考的，毕竟就是motion 这个产业还是在欧美比较流行，那你可能对对对例子也比较多，所以就会比较偏向。但它当然也会有发现，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本土的，比较对就是在本土文化上面的影响在里面，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刚刚你讲说，对，可能也有点因地制宜的感觉嘛，就是说真的是看在您在哪里的地区，跟你就是那地区方面的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因为作为一个有着不同背景的文化的人，那我不知道你对您而言，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中国工作嘛，所对以对对对对，就是那对您而言，因为对我自己而言，我会发现会有两边不同的文化，那有时候我会发现，其实蛮有趣，因为我身边也蛮多，就是你说就是游子，大家大部分都是游子，讲真的，那每个人因为有不同文化背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也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触，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其实是蛮好的，因为你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以及不同，就是会蛮多创新的想法吧，会根据因为大家的所处的环境不同，以及经验不同去，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对对对，OK。那刚刚有稍微讲到，就是我们不同的观点，以及就是你知道个人风格这件事，我想说，有没有你会不会有想给就是比如说现在假设他们真要刚踏入这个行业的人一些建议啊，或者是我觉得我们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说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说，我作为一个 motion designer，除了技术以外，还有对你而言，你觉得什么是重要的软实力？对，毫无疑问，沟通是最重要的。沟是通是是我个非人而言，常重要。你的沟通是比技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个 OK 人会 OK，个人取舍的话，我会觉得你的沟通一定要比技术要好。对，因为当你嗯，学会沟通之后，你的技术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技术它不是一个能框住你或限制你的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对吧？我们有很多的工具，是，但是你的对，沟通就取决于你个人的性格，包括你是，的说话方式，对吧？行事方式风格的不同，对，所以来说。你的沟通一定要好，你要懂得善于跟团队里的人沟通。很多人对，他刚踏入这个行业，他没有工作经验，他遇到问题，大部分人我感觉一半以上的人，他可能会想着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对吧？对，对，对我自己去解决，我什么都不会，我就一直待在那里，怕，待在那个工位上，我对，待一整天，我什么都不问。但实际上，最对，重要的就是你要跟你的上面的 leader 去聊，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好这件事情？因为你在工作中最重要的对，是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而不是，是说我自己一定要解决，对吧？
你不对需要这么做，你最重要的是沟通，对，然后跟团队里沟通，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难题的时候也要跟沟通，然后我们尽快的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可以嗯，了。对你不要太觉得自作聪明，觉得我自己 OK，但实际上对，你刚踏入这个行业来说，对你来说更多的就是一些未知，就是你在很多方面都是，不足，你需要一些人去给你经验，然后你需要听取经验，然后去完成内容。对，所以嗯沟通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OK，也不要害怕问问题吧，我觉得。啊，对。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我刚踏入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挺害怕，说，哎，我问这个问题是对的吗？这样子，但后来就会发现，哎，不问问题好像更不 OK 这样子，对。对，OK，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沟通大概我自己，因为我之前有发一个 survey，然后我去问一些就是studio owner 啊，或者就是在大部分就是可能在行业里面比较久的一些前辈，那他们的意见都会是说，对，沟通的确是除了你的技术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说还有人跟我说80%的时间就是沟通。是大于工作的部分，你知道吗？80%他认为都在沟通，20%在工作。当然，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强调那个沟通的重要，所以他有点夸大了。但我会觉得说，哇，沟通真的很重要诶。对啊，就比如说，你如果因为毕竟那是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式嘛，对不对？所以对的。的确，OK，对。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觉得就是对于那些刚刚加入这个行业的人，你会给，比如如果你要给一个建议，你会给什么建议？就比如说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或者是说你有那些你也可以好几个建议这样子，对。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你刚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很多人都是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热情阶段吧，尤其是对你可能第一年，你基本上是热情到爆炸那种程度，就是你非常火热，非常火热，就对什么都很有干劲，对吧？对什么都是，很 OK，我觉得这非常好，我觉得要继续保持。然后就是说，我觉得它这个方向，它并不是说是你就是你所喜欢的 motion，其实它细分出来，它有很多的种类，就你的那对个风格，它有很多种，对吧？很多类型，对包括自己是，做一些 branding 啊，或者说一些抽象概念的一些东西，不同风格的东对西不同。然后我对，觉得你最好都去尝试嗯一些更多的不同多元的一些项目，你可能就会找到嗯，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类型。对，因为 了 motion 解，它比较小众，但是同时它的应用方面它是，太广了。对，所以你要对，花真的很多的时真的。间去找到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或者说自己非常有天赋的一个方向。对你可能要在工作中花个几年，你才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哎，对吧？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对。对对对，我觉得挺重要，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可能我在学校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就是多尝试不同的风格。因为像我个人，我很喜欢做 branding 相关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很酷嘛，因为可以变对化很多种，对。但就变成说，就有时候也会希望自己好像当时应该多尝试，当然现在也是还可以尝试啦，只是就可能工作关系，所以时间也没那么多呢，就会觉得说，哦，可能那我就先把这个东西搞好，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好，不是，那很不错的建议，我觉得，我如果要建议人，我也会觉得说你要多方尝试。OK，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呃跟技术上有关，就是在您看来，你觉得现在最值得学习的工具或技能是什么？有两个是我个人比较好的吧。那第一个肯定是 Cavalry 了。我觉得 Cavalry 以 OK，我目前的能力的话，我可能也只掌握了30%或者说40%的部嗯分，所以它还有，OK，一半多以上的东西我没有怎么玩透或者是玩明白，因为它本对身它有点像那种举一反三类型的一种东西，一个对对效果对对再加一个效果，再加一个效果，对吧？它有很多种不同对，的组合搭配，有很多种是，可能性，有很多种结果。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这个软件它的上线，它还有很多的东西，而且 Cafe 本身它其实不是做，它一开始的我制作好像也不之初，是这种吧？它其实不对是做那种 animation，做那种 motion 对 design，啊，对它对其实是做批量生产一些批动画的，比如说几十个动画一块嗯嗯，输出，对吧？我们更好的去对修对对改里面这个内容，
做一些对工具包、toolkit 之类的内容。对，所以对你看我都对还没探索到这方面，但是他其实更擅长做这一块的类型。对，所以它对的对，应用类型特别广，尤其是我现在还用 嗯，Cavalry 做一些印刷的一些内容，因为它本身这玩意儿也哦是，OK，矢量的对矢量软件嘛，对，OK OK 所以它 OK，还能做一些印刷品，所以对，这它我这方面从来没尝试过，啊，对还挺酷，你就可以用 Cavalry 做对，一些艺术作品嘛，然后把它印刷出来。对对对，因了为对解了解对，然后，OK，所以我觉得 Cavalry 它是非常值得去学习的。如果说你特别你的这个平常工作经常做一些2D 的内容，2D 说平面设计的一些内容，或者说品牌的一些内对，容，我感觉是非常适合的。对，然后另外一个软件它其实是 Rife，就哦是，OK，对，对但是那个软件我其实，Website 没怎么 Animation 嘛，对，对对对，我其实没怎么尝试过主要嗯，是因为我没有尝试的这个机会吧。因为跟 Cavalry 也不同，Cavalry 我可能做完一个动画就上传，当做一个帖子这么上传了。但是 Rife 的话，它其对，实它需要一些应用场景的，比如说它放在 App 是里，放在什么游戏的 UI 里，网站上啊，对，对，没网站上，错没错，它就是对你没有应用场景，你会觉得，哎呀，那我这个做出来，我也不知道上传到哪里去。对，所以我没有对，没做，错，我只能说我学习过大概一段时间 Rife，但我没有用 Rife 产出很多，但是我对，看到了 Rife 它的很多潜力。对，因为我觉得交对，互设计它是一种未来一种趋势吧，就尤其一些是是，交互的内容，我们对，看的，交互设计是 interactive design 吗？对对对是吗？对对对啊对，OK OK，好，对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对，对，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们看的更多的 animation，它其实是一些视觉上比较直观的内容。但对，是没错我觉得这没错，种这种内容，它其实跟人它会有一些阻碍嗯，感，有一些怎阻隔感。怎么说？对，就是有些人看不懂的人会觉得，哎呀，他们看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他们会觉得看不懂，他们会觉得你这个动画，我也看不懂，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动画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关联性很少很弱，对吧？但是我觉哦得，OK，交互设计、交互动画，它是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拉近人与人之间嗯，联系的，让人明白哦，动画它是这么玩的，动画原来是可以通过我自己嗯，亲自去体验动画的这种表演，跟 Touch Designer 其实差不多。对，而 对，Rife 的话就属于2D 版，那 Touch Designer 就比较更加的 deep 的那个软件了。对，所以我觉得交互设计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在领域。可能如果你经常看一些科幻片的话，看一些未来，比如说包括你看一些漫威、钢铁侠之类的，他们有非常酷的一对，些 UI，就通过手一点，对，叭的一下，对吧？就很多的酷的 对，UI，但我觉得这是未来。了解，就是虽然说你可能要到很多年之后，你才有这种特别明显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应对，用场景，但是我觉得对，这玩意儿它是在一点点在发展的。对，对，这就是为什就是么对普及度的问题嘛，普及度对的问题，对对对对对，OK，哦，那挺有趣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象说，对，因为会一直觉得 interactive design 很重要，是因为毕竟是与人在相处，在交际对嘛，对对对所以OK OK，interesting，对，好像我从来没想过说 motion design 在这个里面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这样子，那对也是对，其实是挺重要，毕竟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是那个动态过程，就对，是其实人跟工具接触之间的那个桥梁对，嘛，我们就是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motion 这个技能，很多人眼中，他们可能我们只能做广告动画，设计，对对，只能对做那种设计。但我觉得 motion 它作为一个自身的 skill，它能够被应用到各种的应用场景中去，它其实能够跨领域去做一些内容。它当然可能不是我们不是说做一个广告片子，做一个动画片，完整动画片，而是把我们对于节奏的这种敏感程度，对于节奏的一个把控、一个感觉，可能在做其他的一些同样的一些类型上，我们也能够发挥一些 motion 上的技能。对我来说，我在探索的一方面就是说，我有这个 motion 技能，然后我对节奏的把控也还不错，但是
但对是我不太想只做广告，看看我还能做一些什么其他对的类型。对，他们可能做一些嗯，交互展啊，对吧？他们本身有一些交对对，互的一些动态，但他们动态都比较机械。但如果是我来做的话，我会把那个交互的那一个动态做得更好，做得更有机嗯一点点。对，所以对是你能对对。在不同的领域中这么样穿梭、穿梭、穿梭，然后你的核心都还是用你那个 motion 那个技能而已。对，但是这一方面它其实的需要更多的一些探索了，就对。对，当然。哦，我觉得你讲的挺有趣，因为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其实好像在思想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偏传统。就比如说你在学 motion design，有点还是用 animation 的角度去做嘛。就是当然他们会给你不同的就是你知道，就是职业发展来讲，你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当然学校教授们都会跟你讲到稍微提到这些事，但我觉得没有说像我们这样子，比如说去自己去探索那些各种可能性嘛。我觉得这是比较学校里面缺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说其实 motion 真的太多东西是 motion，所以你要怎么去找到一个你有兴趣，或者是说你要怎么去探索这些行业，其实它有无限可能。我觉得，对对对，但我觉得学生最容易被框架住，就是就是有点像是课本讲义上讲的东西，课本上讲的东西，那你就学下来而已。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呃思考空间嘛。一方面来讲，就是也是挺有趣的，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我不知道你对 SCAD 熟悉度，但我们学校其实蛮自由的，在做project 上面都非常的自由，但反正有时候越自由，你会发现说，哎。就好像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说，哎，我要走什么方向。对我而言，我有这个问题，我会发现。对啊，对，OK，不错不错。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像我们刚刚稍微提到未来，那您怎么看待就是 motion design 未来的趋势？未来的趋势，嗯，我觉得，嗯，以目前来看，三维动态还是比较主流的一种形式吧，一种内容。对对，对对，学习嗯，三维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但是你不避免不了的就是三维部分，它其实会受 AI 冲击会比较大一点点，在我看来，尤其是你如果只做一对，些渲染，只做一些竞争渲染，只做一些那种包装啊，一些包装嗯，三维包装之类的东西，就是对，三维本身那个 AI 本身就能出一些三维渲染的一些图片，是对你在是，产品对，渲染这方面就没有什么优势，对吧？所嗯以嗯嗯嗯，你可能要做的就是，哎，我要在这个渲染上面比 AI 做的更好，或者说我去做一些三维动态之类的一些内容、一些尝试，对，以避嗯，免说我们失去了工作等等之类的。因为我对啊，之前对，有朋友，我说实话，我有个人他找我，他是刚毕业了，刚工作一年啊，他是就是做这个产品渲染的，对，但，OK，是后来他公司倒闭了，对，所以他就失啊，去了，对，他就失去工作，他问我怎么办，然后他就把他的作品给我了，给我看了，但是质量其实不高，质量其实不高，对，OK，OK，OK，所以所以当你处于这个你的本身技术本身也没有很好的时候，那本身 AI 嗯，它本身对有很大的就发展的时候，那我给的建议一对方面就是第一点，你看你能不能学习 AI 去让你的工作更加高效、更加快速。对对对，对，当我问了，首先我是问了你能不能比 AI 做得更好，那他告诉我是目前还不行，对吧？那我就给第一嗯，点，就是你去对，掌握 那你 AI 要对去对对，然后了解，第二点就是你能做的比 AI 更好啊，就只有这两点啊，对我就给他了。但我不知道这好不好，但我觉得我讲的还是比较的诚恳的吧，就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如果说是是，对 AI 对我的二维动态它有很大的威胁的时候，对，当我觉对得我做的可能还没有 AI 这么好的时候，我可能也会选择说我去学习吧，看看我能对不能对用它来加快我们的一些产出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的是用 AI 做所有的动画内容，而不是说对，我那还排斥 是对，AI 做什么辅助。对的，AI 能够确的确，辅助很多当然事情，对，我只是是不太喜是，欢用 AI 去代替
动画本身的什么创意，这整个当然过程，当然，对，对吧？对，我个我觉得人是觉得很多人都是抱这样想法对，的。是，我也认同，对，因为我个人也觉得不可能说 AI 去取代所有的这个 animation 的过程，我觉得对对对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那个想法，那个很难被取代了，对啊，对啊，或者是说你说就算做也好，其实也都是对经验累积嘛，对对对，对，所以但是刚刚我们是聊到三维部分，但是二维部分来对，看的话，二维部分它其实还好，就是 AI 它对于节奏什么的都还没有到一个就你能够不接受的那个太行，程度，对，对对对，真的都不太行，不太行，所以还好，就是二维，如果你在学习二维，你也不用太那个不用太担心，担心，对，但是对对对，但是你不免的就是有很多我们的一些环境，包括一些什么软件社媒，它会比较推崇一些 AI 的一些作品、一些内容，就是是你也不想是是，看，但是你就是平台会给不你推，得不看，对，不得平台会给你不看，推送，就你不我所受到的一些焦虑，反倒直接给我推送一些焦虑，我也不 care，但是为什么你要推给我？你确就是你对看多了对对，就有我懂，点烦，对，会真的烦就是这样，然后问大家说是，哎，大家怎么看这 AI，对吧？对就因为你推送的太多了，然后你会觉得哦，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学习 AI，对吧？但实对。际上你问你身边朋友，大家的想法都是不 care，无所谓了，对不对？都是那个样子。哎，大部分都还是会觉得说，就是还是有难度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就还无所谓。对所以我觉得，对在以未来的情况来看，就是一方面你要时刻的去更新你脑海中的一些行业的一些信息，包括 AI，包括一些新技术、新软件的一些内容。对，因为你不可能说是，哎，我就默默自己在做，默默自己在做，我什么 AI 的内容我对都不听，对吧？它你包啊，括有什么对对，更新我也不听。那那是不你行的。说实话，这 AI 的动画其实还不做的，还是就是我一些 studio 给 AI 的公司做的一些动画还是不错的啊，作为一些 reference 还是非常不错的参考。所以你还是要嗯，看多听，当然，然后，对，但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学还是不学，对，然是后是，所以未来的话。但是二维来看，它可能还是它可能还是可能我觉得还是有60%六七十的内容可能还是三维部分，可能剩下的是二维部分吧。以目前 OK，目前的形式哦来看，，OK，对对对这样这样，啊，挺有趣。对，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全球的趋势，没错。因为在美国这对对对对边也是3D、三维这种东西都还是就越来越多人在做，好像变成说它真的就是一个必备的技能了，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哦，那你刚刚有提到 AI，对，也是挺有趣的。我不知道您对Confi UI 这个东西熟不熟？因为最近我有一个机会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工作坊 workshop，然后我啊就觉得，哎，这是挺有趣，因为他这个平台提供你就是可以去操作 AI 去做影像或者是照片这种东西。那不像是 ChatGPT 那种，你只能给他一个 prompt，就是文字叙述说啊我要这个，那你知道，通常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能用嘛，但是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子。那它的区别在于说，你可以去每一个环节都去调节，它会给你一个啊数据，对，它是有一个 procedural like workflow，就是有点像是做 touch designer 那样子，你要一个一个一个去啊连在一起，连在一起，连在一起，那它会去做出一个结哦，果来。那那蛮有我觉得说，哎，意思的。对，这就蛮有意思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它才是相对算蛮新的，因为大概出了2年左右吧，就是大部分的人也还是在，我自己也才刚开始在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搞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哎，这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啊，因为就是说，AI 势必是要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业去做结合的，那怎么做结合呢？就是取决于你自己本身嘛，就是设计师本身，对对对对对，OK，不错，对，那个建议很不错，谢谢分享，谢谢分享。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是蛮重要，就是我自己身为在美国这边，我自己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 motion 产业可能还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蛮全球性的东西，所以我知道身边的朋友也很多是从不同地方来，所以大家对于不同的地方的 motion design 文化其实都蛮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我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了解不同地区的，就是 motion 动态设计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在 motion 来说，一开始一方面你可能
一方面你对 motion 就你觉得动画好，是因为不对，你觉得它好是因为你觉得它动画很好看本身啊，就你的初心可能就觉得哇这个动画好帅好酷，对吧？就对一开始对或者刚入行或者还没入行，就觉得这个动画他们第一印象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动画很对好很酷。但是对当你入行之后，在你看了每天看了，比如说你一年看了上百上千的动画之后，你就已经觉得，哎呀，动画已经没有它的动画这个比重已经没有这么大了。你更多的会比较好奇谁做的这段动画，对吧？这段动画谁嗯做的，或者整个项目这 project 它到底是给什么公司做的，对吧？它的导演是对谁，设计师是谁，动画嗯师是谁，做音乐的嗯嗯嗯是谁，对吧？所以对你到后面你会发现，你干了很多年之后，你觉得人他更重要，对吧？人更重要，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了解他们人本身，你会觉得会比动画更有意思。就是当你工对作了几年之后，你会慢慢会这么觉得，你会觉得跟他们不同国家人去聊天，对吧？跟他们交流他们的想法、idea，就巴拉巴拉之类的，看看他们的创意来源是什么，对吧？所以你会觉得哦，那人很有意思啊，跟不同国家人去聊天、聊动画，然后大家都有共鸣，有共鸣的部分，有相同的部分，然后也有不同的部分。你去了解一些不同的部分，你会觉得，哎呀，整个动态社区它是无穷尽的，我们有很多不知道、不了解的一些内容，包括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地区、城市，巴拉巴拉，对吧？对所以你会觉得。当你觉得你很掌握、你很了解 motion 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还有更大的、更多内容是你不了解的东西。对，所以为什么你要去看？哎，它来自哪儿？它来自哪儿？它来自哪儿？因为感觉我现在看这些东西，感觉就跟做研究一样，做学问一样。就比如说，哎，它来自韩国，对吧？那你再看另外一个韩国的设计师，哎，他们好像本身在设计上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动态对特色上有一些共同点。那比如说，他嗯来自日本，或者他来自美国，他来自英国，就不同国家地区，他们都有一些相似性。所以它更多像是一种研究、了解、对观察对他们的一些对特点特色，然后就对我感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比你看一个动画更有意思，因为你会更探索的是它动画更深层次的地方，他们为什么做的这么好，他们的想法为什么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动画啊，我进场方式是这样，哎，但它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来的，对吧？比如说另外一个国家，它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再做出来，所以一个进场它有三四种不同风格的一个表演，这都依据于它动态设计师本身自身的一个特点特色。对，所以说你去了解这些，你会觉得哦，动态它非常好玩，它非常有意思。对，当你不了解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原来动画，哎呀，动画不就是动画好的好就好嘛，对吧？它就是这么好，对吧？我还需要了解什么呢？对吧？但当你真正了解之后，你还觉得哇，我还有很多我不知道，我还有很多我想知道的东西。哦，原来动画它这么有意思，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工作而已。对，是，OK，对我觉得你讲的很好，你讲的很好，就是说，呃，不只是工作而已这一点，还有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的一些就是他们对动画上的一个呃制作方式嘛，对对，OK，好，哇，哎，我们讲了快1个小时了，对，好，最后一个 section 就是说，我蛮好奇您的就是个人生活跟灵感上，就是在灵感上面来讲，您平常大部分都怎么去获得您的灵感？对，灵感这个东西，它怎么说呢？灵感这个东西，很多人的灵感，我看了他们的一些灵感来源，我去采访其他人的时候，他们的灵感来源来自于一些平面设计，来自于一些海报、电影，巴拉巴拉巴拉的之类类似的。但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OK 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可能是 OK，有没关系相关的专业背景。对，他们有相关的专业背景，所以他们就平常他们有很好的一个审美啊，他们平常就看那些东西。但你说我本身我对生活其实没有什么那么多感知，就是他们的一些灵感来源于一些生活一些琐碎的一些细节，
的一些事情，包括什么散步啊、逛街啊、风景啊之类的。对，但对我来说，我完全没有这个类的感觉。我的灵感其实更多来自于一些平常怎么说呢？来自于一些文化上的东西，是我目前灵感来源最多的？OK，一个部分。因为大概是从21年开始吧，我其实在慢慢开始做传统文化之类的一些内容或者动画，嗯，之后从21年开始，我好像就开始慢慢做太极动画了，就每年做一个，每年做一嗯个。对，嗯那些太极动画其实取决于你在书中所看到的一些内容，对，你说根嗯据书中的一些嗯嗯，句子，然后你脑子里就开始想象了一些画面，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对，把它做出来动画非常有意思。对，更多嗯的，所以，OK，后面就开始慢慢演变成你在了解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它有各方各面，包括我们的一些建筑风格，包括一些对书法，包括一对些建筑上的一些纹样式，对对吧？一些花纹设计。所以对我来说，对，我的目前灵感基本上来自于我所感兴趣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文化。文化基本上就是因为我嗯嗯，觉得为什么我喜欢文化，是因为文化的一些东西，它其实有一些历史感。对嗯，对对。但是历史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有些人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但我觉得历史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记住它的话，它就会慢慢被遗忘。就哪怕现在我们嗯所保，OK，留的一些建筑、一些花纹所保留下来的一些样式，包括香港书法那些牌匾，我们已经在慢慢的在减少或者说失去了是那一部分。所是，以说对那一部分东西，如果你不记住它，或者说你没有任何想法的话，它就会慢慢消失掉了。对，但是我觉得它这文化这个历史这个东西它很有意思，就是我希望我能在赋予它，通过我们的现代的一些软件或者技术，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因为我们原有的一些历史，它是在一些书籍上，我们看到一些对花纹、一些造型，它都是一些手绘下来的东西。但是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电脑技术，我们可以它以动态的形式方向去呈现，动画的形式呈现，或者说以另外一种插画的形式去呈现下来，就它就有第二次或者说第三次这种生命，就它能够留下来更久一点点。对，所以对对，那些文化背景呢，就是我不需要什么所谓的一些灵感，就观察生活，我不太需要，因为我的灵感来自于以前或者说历史前辈的，们对，对历史的或者说古人们他们的一些内容，就我只需要翻翻书，我大概再把它们重绘下来。对我来说，这是我的灵感来源，就是非常直接也直白而已。就是对我希望他们能对，够保存下来、留存下来，更多人记嗯嗯住它，看到它，不至于你到最对后你会觉得什么都没有的那种感觉。对对。哦，这样很有意义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蛮深刻体悟，就是在做文化上面来讲，可能一方面也是自己的也算是自己的作为一个人的一部分嘛，所以会觉得说，相对来讲，有时候做文化上面的事情是第一个它是很有意义的，第二个它会更贴近你的生活，所以您有那个共鸣感会更高。对对对，对，像我自己之前也是，我还做过《西游记》的动画，但是我还因为那个动画，我还要申请到学校的那个奖学啊，金啊之类的，所以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还蛮挺有趣的一个经验。然后也有发现说，对，有时候从历史或者是自身的文化去学习东西，有时候是一个更快的方式嘛。对对对，挺不错的兴趣。对，OK，那就是其实其他问题大部分我们都有达到了，也蛮谢谢你今天花1个小时跟我们聊天，对，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你人现在在青岛，对不对？对对对，啊，对对，OK 在青岛。OK，好，对对对，啊，会不会很冷啊？现在冷吗？还好，那差不多还是27、28度左哦，右。真的吗？啊，这么热啊？哦，OK，因为我以为会还处于夏天这个时候，对，还哦，OK 好还好 OK，因为我现在在纽约嘛，那纽约这边天气已经开始渐渐比较凉一点，大概在二十二比较十度凉爽上下了。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哦，芳芳真的太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就是占用你的时间1个小时。那我也希望就是听的观众们会就是有一些反思啊，或者是思考的东西。所以对，OK，好，那我就先 pass 我们的那个 recording 这样子。好，谢谢你，嗯。